我们这次的名字叫做东方四侠。这个是川子想了两个月想出来的，2个多月才冥思苦想，想了2个多月就想出东方四侠。你看这个台上这4位哈，品种都不一样的。我们这样哈，我们让他们示范一下，好，你们就知道。天鹤是假声男高音。就是他其实唱出来这种声音，有点像女中音到女高音的这样的音色。今天我想带来了一首，也是诗词，就是《阳关三叠》。哦，好啊。渭城竹雨倾城，歌声轻轻流素心，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春夏春夏，愁团不关节，泪苦心，泪苦心，泪苦心，一次真。谢谢。好，这个是假声男高音。那么现在我们这个嘎子，抒情男高音，你来一段什么呢？我来段《生命的故乡》吧。好，来。我的生命孕育在那苍茫草原上，苍天大地，是否能让我再一次回到故乡？我的生命孕育在那苍茫草原上，苍天大地，是否能让我再一次回到故乡？我这边真有憋不住的观众啊，那个顾还得顾，这边就已经就，哎呀，好听。但是你说他这个声音，包括他这个唱法，其实是融汇了我们过去说的民族唱法，对和美声唱法。他其实是音乐剧唱法。我以前我的一个蒙古族的朋友，也跟我说我们唱歌都是和天地对话的。是吧？刚才嘎子已经做到跟天地对话。谢谢。接下来，云龙该咋办呢？前面都已经跟天地对话了。对。我们的大龙给大家示范一下我们比较戏剧性的戏剧男高音。那我就唱几句。我以前主演一部音乐剧叫《我堂吉诃德》，里面一首我是很喜欢的歌。好。然后正好也是少年四侠嘛，也是啊，堂吉诃德也是一个游侠骑士，那我就唱几句，给大家不会成真的梦。干一次
此生求索那颗心，管它征途遥远，道路多险峻，为正义而战，何须踌躇不定？哪怕面前是万丈险峰，也自阔步前行。我若能为这光辉使命，穷尽一生追寻，多年后待到长眠时分，我心已能安宁。大家听出他们俩的区别了吧？两种男高音，不同的音色的和音质的，所以这个一个是有抒情性，一个是力量型的。接下来川子，男中音，川子是个特别好的创作型的歌手，他的能力非常强，所以呢，你现在给他出个题，他马上就要给你创作出来，马上就唱出来，本事是吧？那这样吧。这个李白呢有一首诗叫《送友人》，咱根据这诗呢即兴的创作一下，好不好？青山横北过，百世绕东城。此地已为别孤蓬万里征。浮云有此意，落日故人情。回首字字去，潇潇斑马鸣。青山横北过，百世绕东城。此地为一别孤蓬万里征。浮云有此意，落日故人情。回首字字去，潇潇斑马鸣。回首字字去，潇潇斑马。喂。好听吗？就是我觉得唱歌最好的这个共鸣，就是唱到最后，所有人都能够加入进来。今天既然是唱《少年行》，而且给自己起了一个名字叫《东方四侠》，我特别想知道，你们在唱这首诗词的时候，自己有没有感觉自己和诗词当中的哪一句或者描写的哪一个场景是最契合的？其实我，最喜欢的一句，就是“纵死犹闻侠骨香”。其实，作为我们青年歌唱演员来讲的话呢，其实我们从事的音乐剧也好，歌剧也好，都是一个其实不见得能看到很多光亮、很多未来的一个道路。尤其是我唱这么一个少数人才能做到的声部，然后没有很多人听过，也没有很多人去了解。那其实这种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去做那个可能你这一辈子都完成不了的梦。这就是我们理想主义者游侠精神。所以让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份欣赏，来共同期待东方四侠带给我们的经典传唱时刻。
我是经典传唱人阿勇嘎。我是经典传唱人郑云龙。我是经典传唱人鞠洪川。我是经典传唱人高天鹤。我们把《少年行》唱给你听。不问归来路，不问明日光，且听古阵阵，人下红，燃一场。星月般渐美，风吹诗歌响。为何同行无旧友，只因芳魂当平家。莫谈辜负春花暖，莫惜少年好时光。可知少年，可知少年，可知少年。新丰美酒都是钱，咸阳有下多少年？相逢一起为君饮，骑马高楼垂柳边。出身之汉地琳琅，出岁飘骑战渔阳。殊知不乡便听哭，从此又闻下故乡。一生能拨两条湖，路迹千重只似雾。偏坐近岸眺白衣，纷纷射杀无单于。新丰美酒都是钱，咸阳留下多少年？相逢一起为君饮，骑马高楼垂柳边。出身是汉羽琳琅，出岁飘骑战渔阳。殊知不乡便听哭，从此又闻下故乡。从此又闻下故乡。好，再次把热烈掌声送给经典传唱人东方四侠。真的这个表演真的是侠气万丈，我很着迷。如果你有心要成为一个侠，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侠，是我在看你们的作品时候的感受。真的少年可期。谢谢。对他们特别满意。大家知道唱四重唱其实很难的，你们和声的气场已经体现出你们身上那种一往无前那种侠气。
他们这4个人啊，这唱了王维的这个《少年行》3首这一组诗啊。因为以往在人们的心目当中，王维不是个游侠儿，王维是个山水田园诗人，是吧？但是这个《少年行》呢，让我们看到王维躁动的一面。躁动啊，嗨起来，用四川话来就是凶气。就是在唐代啊，侠风盛行，所以到了王维这个地方，虽然后来中年以后，也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了，但是在年轻的时候，那也是有壮志、会耍刀、会舞剑的人。所以这写的是一个常态。你像他这说“熟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峡谷香”啊，死都不足惜，我死了，峡谷是香的。这个话李白也讲过，李白说，是吧？纵死峡谷香，不惭世上英啊！我只要能做英雄，死了也值。我觉得他们今天唱这歌有最大的好处是年龄比较相仿佛，长相呢也比较接近，表现出来的气质嘛，就是手里少了把剑，每人手里只有一麦克风。他们的嗓子就是当年的剑，他们也有背负的使命和责任，就是要把音乐剧、歌剧让更多的人去接受，音乐界的也影响了很多的青少年。他们也是侠，乐侠，音乐的乐，乐侠，月霞四少。哎，这个名字比东方四侠好听多了。你们4位现在也有在当下的一个侠气，你的梦想就是要把音乐剧、把歌剧让更多的人去熟知，去走进剧院去欣赏，所以站舞台上会觉得使命更大了吗？使命感是从我们从事这个职业就开始要形成的一个内心的想法，做好每一次自己，做好每一次演出给大家看。所以今天谢谢东方四侠给我们带来一句翻译演如果您喜欢这首作品，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和我们一起分享诗词，传唱经典。